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《暗黑破坏神2代高清版》的特别视频。本期呢是一个 MF 的流程，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私信说想看一下我是怎么打装备的。那打装备呢就是一个 MF 的过程，但是咱们是一个单机的环境，我 MF 的角色呢是上一个我通关的兵法师。这个法师受到单机的技能啊、影响、加点等等的影响吧，所以说，他的打装备的效率不高。作为一个兵法师呢，咱们可以选择去 K 皮，也可以选择去地狱第2章的古代通道里边，也可以呢，打出一个小护身符，也可以来 K 墨。K 墨的话，主要就能打出一些日用品，什么军帽眼球啊。无冕盔、无冕甲啊这些。那如果下古代通道和 K 皮的话，出的东西能稍好一点，但 K 皮出的东西几率比较低啊。其实我已经不奢望出什么风之力等等了，我有一个大炮或者有一把鹰之号角，我就敢开一个弓的亚马逊了。哦，这个有点远，传不过去。那咱们如果发现3层的入口离2层的点比较远的话，其实可以选择你开一个其他难度的游戏，然后再开地狱，这样它的地图会重置，可以近一点。但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咱们的装备啊是穿的沙皮腰带，应该是马维纳。咱们装备就是当时通关的那一套，军帽眼球。然后衣服是一个符文之语教化，盾啊现在是押韵，然后腰带是金色包袱，手套是运气守护，鞋呢不是战履，战履去给刺客穿了，鞋穿的什么来着？所以这身衣服呢顶着用这个暴风雪胶是不大可能了。MF 值大概200多吧，也不高，身上还一个7%和6% MF 的小符。还有那个大符应该是30。我看一下，波斯之刃是6角之火呀，这个可以考虑捡走，因为6角之火的话，很多的战士系的角色打噩梦的时候应该可以用到。虽然我现在已经有了一把血书。6角之火，这衣服没什么用，黄金皮已经扔了好多了。60到101，那这个输出啊，这伤害吧，混噩梦还是可以的，战士角色拿着它。包括双热圣骑，像刺客也可以拿。德鲁伊、野蛮人这都可以，毕竟咱们是一个单机的环境，打噩梦的话有这样一件装备已经可以说是神器了。虽然你普通你玩战网的话，你捡都不会捡。一把黄金的巨神之斧，这个要捡起来看看，因为我的小弟现在缺枪，手里的长枪没有。现在我的刺客的小弟拿的是祖传的红森丹，我这个没有 ED， 这个可惜了。但是巨神之斧它也有它的缺点，就是它要求的力量太高了，210。那这么高的话，咱们是因为80级左右，你的单机环境你就已经通了地狱了，所以说太高的话对咱们没有意义。一般来说需要凿一个孔，然后像一个减需求的。猪的话最大就是15%，那你如果镶符文的话是20，武器上。6角之火算是哎呀，对，我身上好像还有那个大符呢，所以这身的 MF 值大概还有2个拿个，我想大概是有300左右了吧。
300差不多，200多接近300。其实打地狱的墨菲斯托300左右的 MM 值也够了。昨天我打出一个眼球，这个还是太远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眼球了，我又不打算起第2个法师，这有点尴尬。因为单机环境你又没办法和别人做交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位也可以卡，但是这个位置呢输出不是很高，时间就比较长。本身如果在战网的话，打个墨菲斯托近一点的话，20秒左右，你用不了半分钟就打完了。但是单机的环境啊，按咱们现在的效率来讲，要45秒以上，这个效率就不可同日而语。金色包袱是3排的这个药袋，能装3排的药瓶。有机会我应该把这个点再洗一下，把热情啊，也叫温暖暖气，给它多加点。这样的话，因为咱们现在打一次需要喝一个蓝瓶。加满的话，我估计也就不用喝了，或者血给换一下，换个沙汁之类的。啊，我的天哪，这几次了，连2金都不开。那其实现在 MF 的程度已经很轻了。当年玩战网的时候 ，MF 一次啊好几个小时。那现在我玩这款游戏的话 ，MF 一天大概。打装备，如果我近期录这款游戏的话，我想打装备，那我大概会打个10几20分钟也就完事儿了。所以说也出不了什么好东西。但是咱们本身的要求就不高，出点日用品就行了。出点日用品，然后最好还有一点噩梦时期的过渡的装备，像刚才那把6角之火、血书等等。这。哎，有个超大，这个超大，给我来一个武学的 GC， 或者冰的 GC 也可以啊，或者弓的，辨识一下，我的天，加4力量，这2个就是35000了，捡他俩就是卖钱用的。为什么捡他们俩？因为他们2个之前。继续，其实打装备也好，还是 RPG 类游戏的练级也好，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？非常模拟心性的一个东西。对，戒骄戒躁。你 MF 100也好，你1000也好，那出不出东西都看天命，它不是一定出的。这还是个锯齿流星锤。我现在绿色装备呢，我希望给我出一个塔拉夏的项链，这个法师现在比较需要。现在法师我带的是一个蓝色项链，加冰系技能，听着就要差很多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的刺客啊，现在打到噩梦的第4章了，现在还带着一个黄金戒指。暴风雪的伤害受到我装备的影响吧，不是很。哎呦，越来越过分啊！有个黄金的弩弓，这如果是暗金的，就是大炮了。药又喝没了3瓶。当时玩战网的时候 1.09 是 bot 比较多的，就是机器人嘛，挂机，你可以认为是外挂，你可以挂着那个，他自己来 K 末或者 K 皮。
然后出现好东西呢，他就捡着，然后给你留下。现在这 1.14 估计就没有。双头斧、阔斧，这个绿色胸甲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近期是不是出了好几次了？大家记着点啊，绿色的胸甲。老莫拿着2把斧头，拿着2把大碟。咱们现在 MF 了10分钟，出了一把6角之火。那把6角之火其实也不是很必要，毕竟我现在有一把血书，还有一把击头者。就大概都是那个时期用的。哦，这个老莫这回踩了一个力量光环，一个辨识卷轴，3个黄金，2个蓝的。我感觉不会吧？这一把6角之火就把我今天 MF 的这个运气值给用光了？不能够啊！那我还希望要一把荣耀尖塔长枪，一个巴特克的猛击，刺客的爪子，还有一个就是塔拉夏的护符。现在这3样东西我比较稀缺，最好呢再给我来一个乌冕盔，因为刺客带的这个下边这是什么作战神殿啊？就这4样东西吧，大家记着点。荣耀尖塔长枪，塔拉夏的护符，巴特克的猛击巨鹰爪，再有呢就是乌冕盔。当然了，给我出一把鹰之号角也可以。啊，真好看啊！中原一点绿啊，就是一堆黄的带一个绿的。那我想要这几样东西，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给我出啊？对，最好我再来一个乌鸦戒指。想要的东西太多了。其实大家想一下，我要求的这些东西哪有值钱的？都非常基础。再来个军帽也成。但就是没有啊，不给我出，你说讨不讨厌？战场腰带啊，这是血之冲突，是兵法的那把腰带。就是当你对这个游戏足够熟悉了，那爆出什么，你不用辨识你就都知道了。这个大符是+1最小伤害，+1伤害值。需要力量点数88。这个腰带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。好，现在摆这儿了2样东西。都没什么大用，但是你说要扔吧，你一个单机打出这东西还挺不容易的。你还要留着它，哎，我来点好东西吧，我也就打个20分钟左右啊，不会打时间太久。食人魔之斧啊，这是一把破鼓啊。哎呦，破鼓的话可以，我给镶什么呢？首先你得镶个减需求的。再镶一个11号啊，15、11，大概就这么镶。看这把刺人枪有没有 ED 啊？刺人枪没有 ED。破鼓103到500多，这个伤害很可观了，对咱们单机来说。你想，一把红森丹和它比，需要力量195，那不行，那必须要镶减需求。然后再来一个吸血，提高小弟的生存能力。我要他生存啊，我不是要他输出。镶上吧，好，需要156了，再来个11号。
可以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需要等级64吧。这个到了地狱的时候，刺客的小弟能够拿起来。不错啊，不错。出了一把这个，这可比荣耀尖塔强多了。我觉得，今天值了，今天值了呀。希望老莫再接再厉。华丽阵甲，格瑞斯华尔德。这格瑞斯华尔德吧，孔很多，这个拳套也比较稀有，但可惜就是他这个甲太泛滥了，特别多，最好爆。哎呀，我记得从前我爆过一个头盔，应该是，然后呢就被服务器的一个大佬盯住了，就是他想凑全套的这个，但是他现在就缺个头盔，服务器当时已知有2个。另外一哥们呢，他也想凑全套，那不可能卖，所以说他就盯上我，然后我真是狠狠的敲了他一笔啊！我记得我管他要了一个风之力吧 ，1.09 版啊，要了一个风之力，然后又要了一身20多个 SC， 还要了2个乔丹之石，那他也都给了，因为没有别人卖。青口袋夜烟。哎呦，这把破鼓我感觉真是美滋滋啊！再给我来点好东西吧！感觉还是火墙 K 他爽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又想去那个古代通道去浪一浪。一盔哦，女神之翼吧，是亚马逊的那个帽子。啊，单机你就别追求什么变量上的极品了。是这东西就成。这些垃圾。35000，看看啊，加1亚马逊技能。有30高跑，还有 FHR 21K， 不错。我觉得弓马也拿一个也不错。对，我再次强调，咱们是单机啊。等于又出了一点点东西吧，就是弓马有帽子戴了。啊，一堆垃圾，捡了卖钱。有钱的话可以去赌一赌项链之类的。35000直接就卖了，解他就是为了卖钱。哦，又攒了160多万了。哎，看来也出了几样东西，咱盘点一下。六角之火，格瑞斯华尔德的甲，这个可以给小弟穿。然后血之冲突的腰带，女神之盔，还有破鼓。其中破鼓啊是可以用的，别的就一般。亚马逊的盔也可以。能不能再给我来点东西了？这直接走吧，2件绿的。这把军帽，乔丹之石也行。我 MF 记录是出好东西就不说了，
当年玩这款游戏 ，MF 记录是10分钟两个桥段支持，2个连续2个。就是 K 模。哎呀，哥再见，算了。野蛮人我还是习惯呢，就是单手持剑，这双手剑拿着总是别扭，拿2把单手剑感觉比较好。虽然野蛮人能双持，但是总感觉别扭，拿着就丑。来点好东西吧，我感觉我要撤了。今天基本上就到这儿了。出一把破鼓已经可以了。战1仗，唉。另外有小伙伴问我说：“你这个单机环境，你装备是怎么导的？”这个我之前也解释过了，我用另一台电脑开一个多人游戏，局网的多人游戏，然后就可以导装备了。而且另一台电脑上的号还可以作为仓库。点了半天没动它。我这个 FCR 也不够，所以传送呢有一点慢。另外 FHR 也不够，有的时候传送的怪多的，你就可能出不来了，所以说要小心一点。头盔，这个能卖钱。回来辨识一下。K 模的好处呢，就是它经常会出一些日用品，对咱们单机呢初始的这个装备库是有帮助的。那好吧，今天时间差不多，这个猫眼是之前出的，我还是喜欢大军。那咱们先录制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继续攻略主线。